最近围绕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又开始在国际上流传。与此前西方媒体拼命甩锅抹黑我国相反，这一次中国直接点名了美国知名的军事生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而随着舆论的扩散，有美国博主就冒死揭秘新冠或许就是起源于美军生化实验室。在最近，有美国博主在外国视频网站 YouTube 上上传了一份视频。视频中，该博主谈到，很多人都相信关于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国德特里克堡像是一个精心编造的阴谋论。自己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就曾经录制过一档视频，该视频中就从2019年7月份至2020年一系列消息进行了整理，而所有证据和消息最终都指向了这家拥有近100年历史的美军生化实验室。视频中举例的内容众多，如果有新人了解过的话，很多新闻在国内也同样报道过，只是被很多人当作是阴谋论，下意识忽略掉了。比如在2019年7月份，美军生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突然关闭，并且附近一家养老院开始出现不明的呼吸系统疾病，导致多名老人死亡。相关数据已经无法找到，但从当地医院早前泄露的2份死亡报告中，却显示死因不明肺炎。同年7月，五角大楼接到警告，德特里克堡内部人员对研究试验并未执行法定的安全操作，导致2起泄漏事故。8月份，该实验室被紧紧关闭。1个月内，美国爆发大规模流感，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同年10月份，美军秘密进行了一次高级别全球流行病演习，很多人对此十分诧异。突然弄这一出是为什么呢？后来才知道，批准活动并盖章的是美国中情局 CIA。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有了一个全新的病毒白肺病，全国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开始攻击电子烟，成功转移了对美国大流感的关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宣传中，美国人首次用到了急剧性一词。等到同年11月底，中国出现新冠疫情的时候，美国这个白肺病就消失了。这位冒死揭秘的美国博主在视频中提到，如果这些你都不信，觉得是阴谋论，那么最新的证据却显示，在2019年5月的时候，美军曾经宣传了一个研发项目。该项目声称是通过小分子抑制剂的东西研发非典病毒的抵抗性。天知道，过去了快20年时间，美军生化实验室研究这个做什么？并且在当月，该生化实验室开始对外招募动物管理员，这表明此时美军已经在用动物进行试验了。1个月后，美国疾病中心 CDC 进入德特里克堡，美军的此次试验项目对外宣布被取消，但到底取消没有，只有他们自己清楚。随后也就有了上面提到的一系列事件表。联想到在疫情刚开始，美国方面曾经有网络传言声称新冠只攻击黄种人，就有些不寒而栗了。美国人怎么说的如此自信呢？当然，就美国如今的疫情来看，美国人当初大概率也忘记了一件事，病毒是会变异的。值得一提的是，有网友无比感慨地表示，原来特朗普当初居然是没有说谎的，没有人比他更懂新冠。